小叔子仙女同学裙子被抓，我给她讲道理，带她给女同学道歉。婆婆知道后扇我一巴掌，骂我多管闲事，作践她儿子，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仙女孩的裙子怎么了？警察来了也只是口头教育，因此小叔子记恨上我，在我的牛奶里面下毒，导致我暴毙而亡。再次醒来，我又回到了她仙女同学裙子那天。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五脏六腑的传来的剧痛还没消失，我就被李自强的声音唤回理智。嫂子，这是我亲手给你泡的牛奶，快趁热喝吧。一瞬间，恐惧席卷我全身，我抬头看向墙上的钟表，我居然回到了李自强送我牛奶前。看着面前李自强那张不怀好意的脸，我强忍下心中的怒火。好啊，我一定喝干净，绝不会辜负你的好心。最后2个字几乎是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见我答应，李自强眸子亮了一瞬，上一世我居然没有发现他的端倪，重新经历一遍，我不光不会让他得逞，还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我掏出手机给李自强转了100块钱，看你今天这么乖，给你转点零花钱。李自强没想到在我临死前还能在我这里获利，随即露出嘲讽的笑容，抓起外套就直奔网吧。我看着桌上还冒着热气的牛奶冷哼，笑吧，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我端起牛奶敲响了婆婆的房门。妈，这是自强亲自给你泡的牛奶，说是欧洲进口的，营养价值很高，你快趁热喝了吧。婆婆一听欧洲进口，两眼顿时放光，还是我儿子懂事孝顺。接过牛奶后，看向我的目光却带着嫌弃，你要是有自强一般懂事就好了。我家宏伟也是倒了8辈子霉，娶了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因为我结婚多年都没怀孕，没少受婆婆的数落。我看着她小心翼翼端牛奶的动作，心中燃起大仇得报的畅快。要是李自强亲手毒死了亲妈，不知道法律还能不能保住他的小命儿。李自强这份恶果，自然有婆婆的一份。既然老天给我机会重活一世，定让他们都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回房间等了半个小时，居然还没听到婆婆的动静。婆婆向来抠门，省吃俭用惯了，刚才那杯牛奶我还特意强调进口，她理应会喝下去才对。就在我打算开门看看的时候，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声音，看来是成了。我假装慌张地开门，没想到却与同样开门的婆婆打个照面。怎么回事？婆婆没喝那杯毒牛奶。见婆婆正常地站在我面前，我正疑惑是哪里出了纰漏，房门就被人从外面敲响。120急救，楼上孕妇是你们家属吗？我出门就看到急救人员架着一名孕妇往担架上抬，她捂着肚子，嘴边的血液还未凝固。看到婆婆，她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妈，你快救救我！婆婆急得双手直拍大腿。哎呦，我的乖孙，这可怎么办呀？我老李家3代单传啊！这个情形，傻子也能看出来对方的身份。婆婆突然想到什么，一把揪住我的领子。是你，那杯牛奶是你送来的，是你害了我乖孙。被小叔子毒害的仇恨还未消退，现在被枕边人背叛的仇恨重新占据我的大脑。我现在强得可怕，握住婆婆的手腕，直接将她手腕掰弯。婆婆吃痛，下意识松开了手。牛奶是李自强送的，亲儿子杀了亲孙子，这就叫善恶中有报。婆婆捂着手腕，仍对我不依不饶。你这是谋杀，我要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我无所谓的摆摆手，都活了2世了，我还怕你报警？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报，谁下的毒，警察一查就明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下毒的瓶子，你宝贝儿子还没来得及扔吧？婆婆再也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其实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儿子，谁下的毒，她比我还要清楚。小叔子李自强8岁就展现出与同龄孩子的不同，不光比同龄孩子高出一个头，体型也远超同龄人。才8岁就重达150斤，眼睛被脸上的肥肉挤得只剩一条缝，眼白占据了较大面积。每次与他对视，我都心里发毛。因为公公去世的早，李宏伟又常年不在家，婆婆连小学都没上过，更不懂如何教育孩子，只知道给孩子最好的，不能让孩子受欺负。这也让李自强明白，只要自己撒泼，什么要求都能被满足。在李自强9岁时，我带他逛花鸟市场，他看上了一只比熊犬，见我不给他买，便当场躺下撒起泼来，150斤的体重，让他看起来像个肉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四周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我嫌丢人，便给他买了。没想到当晚婆婆就端上一盆红烧肉来，还热情地喊我来尝尝她的手艺。入口瞬间不是猪肉软糯的口感，我正疑惑时，就对上李自强得逞不怀好意的目光。他咬着筷子，笑得奸诈：“嫂子，球球好吃吗？”球球正是我给下午买的小比熊起的名字。我抬手就是啪的一个巴掌。婆婆从外面跑进来，看见李自强脸上的巴掌印，心疼的啪嗒啪嗒的掉眼泪。你打他干啥？他还是个孩子，你就不能慢慢教育吗？亏你还是个老师呢。李宏伟也指着我鼻子骂：不就一只畜生吗？死了就死了，能有我弟弟重要。有了婆婆的庇护，李自强每次闯祸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淡定。每当有受欺负同学的父母找家里来，婆婆都像一个战斗的母鸡，把李自强护在身后。婆婆在门口与人舌战群儒，李自强瘫在沙发上，游戏声音外放 ，double kill。我儿子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婆婆竭尽全力的溺爱下，李自强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一开始的逃避到使用暴力，因为我总是制止李自强的暴力行为，他下意识地认为我与他对着干。每次教育他之后，我的衣服总会被莫名剪坏，化妆品也散发出难闻气味，甚至在下楼时，李自强故意走在我身后，想趁我不注意时猛地一推。只要不顺李自强的心意，他便撒泼打滚，把周围能抓到的东西都往我身上砸。婆婆见她宝贝儿子不吃亏，便不会出面制止，甚至在背后偷偷教李自强拿什么东西砸得疼。他一个外姓人，就当练手了，反正你还年纪小，受法律保护呢。这是他从一个普法栏目里学来的知识。一个年轻小女孩在电梯虐杀女童，拳打脚踢之后，又将女童从自家阳台扔下，就因为对方是年纪小，最后不了了之。女孩在父母的帮助下改名换姓，又过起了正常人生活。年纪小不用负法律责任，似乎成了李自强的免死金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认清了李自强是个天生坏种的事实。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我只能尽力管制李自强。只是我没想到，在他掀了女孩裙子后，还当着众人的面出言侮辱对方。穿这么骚，不就是让人爽的吗？我带着他给女孩道歉，婆婆却怪我多管闲事。当着女孩父母的面叫嚣，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仙女的裙子怎么了？
又不会掉块肉，警察来了也只是口头教育。我没想到李自强因为这件事记恨上我。当晚我喝下李自强送来的牛奶，不到5分钟，我腹部就传来剧痛，不停地呕出鲜血。李自强看着我在地上爬着要去拿手机，眼里是大仇得报的快感。婆婆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得知是李自强下毒后，不光停下了要打急救电话的动作，还把门关上，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宝贝别看，不然晚上要做噩梦了。回想起前世，婆婆助纣为虐，我定要让她也付出代价。看情况，亲孙子是保不住了。婆婆当即选择保护好亲儿子。李自强还有3个月就14周岁了，婆婆可不想让自己儿子坐牢。李宏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连忙从公司赶来，得知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生命体征，他居然没有任何悲痛，第一反应居然是跪到我面前求原谅。老婆，我对不起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不好？我只是一时糊涂，犯了一个小错误。我看了看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想想也是，结婚前买房，我爸妈出了80%的钱，现在离婚对李宏伟没有任何好处。况且这些年李自强惹事，李宏伟大部分的钱都给这个亲弟弟补窟窿了，哪还有什么存款？我第一次觉得李宏伟比李自强还要可怕。李自强的恶是表面上的，李宏伟的恶则藏在阴暗面。出轨还把小三葬在楼上，每天上下楼，有时还能打个照面，这是有多强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出这种事？若不是婆婆心疼进口牛奶，把牛奶偷偷送给了楼上的小三，我到死都不会发现李宏伟的奸情。婆婆还沉浸在失去孙子的悲痛中，在一旁急得跳脚。这种恶毒的女人就该进猪笼，明知道有毒还端给我喝，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你快和他离婚！我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神态自若。离婚可以，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而且你儿子婚内出轨，就等着净身出户吧。婆婆像是被人戳到了痛处，一把捂住自己心口，张开嘴巴，仰头顺了好长时间气，调整好状态，一脸痛心疾首地指着我鼻子骂：我呸！你个不下蛋的母鸡，还有脸提房子车子，嫁给我儿子就都是我儿子的，一个子你也别想拿走。我神情散漫慵懒，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妈，你别说了。李宏伟满脸纠结，拉着婆婆就往次卧走。俩人关上门，不是说了什么？半小时后打开门，婆婆却转变了一副笑脸。小雨呀，妈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放在心上。你和宏伟还是要好好过日子的。我不知道俩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知道以后不得不提防这一家人。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沉不住气。周5晚上，婆婆破天荒地给我炖了鸡汤，一张老脸红扑扑地坐在我对面。小雨呀，自强是你看着长大的，他被学校开除，你不会坐视不管吧？之前我在学校没少帮李自强处理那些烂事，下意识认为婆婆又想让我去给她说情。妈，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只是个普通的老师，自强这事的影响不小，连校领导都惊动了，我可没权利插手。一听我这话，婆婆连忙摆手：不是，这破学校这么不明事理，诬陷我宝贝儿子，不上也罢，我想给他转去更好的学校，只是这转学的学费还没着落。这些年你和宏伟打拼也存下不少钱吧？不然先借给妈应急。我心下一沉，原来在这等着我呢。你想借多少钱啊？
婆婆在我面前伸出手指，3000，30万。听到这个数字，我瞬间呆住。婆婆对上我的视线，有些心虚。30万，怎么那么巧？刚好就是我存款的数额，而我的银行卡密码只有老公李宏伟知道。若说俩人没有串通好，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用纸巾擦擦嘴，从卧室拿出一张纸来。30万可不是小数目，您给我打个欠条保险一点。婆婆一听要打欠条，瞬间急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又不是不还你。婆婆自从李宏伟工作以后就不上班了，这么多年的吃穿住行都靠李宏伟的死工资养活，还他拿什么还？妈，说句难听的，你也60多了，没几年两腿一蹬就去了，这30万不就打水漂了吗？我话头一转，而且你也得把借款人写清楚，用在了谁身上，谁来还。婆婆没想到我会这么绝情，指着我，你掉钱眼里了呀？都是一家人，算这么清干嘛？晚上我就跟宏伟说，让他看清你这副刻薄的嘴脸。李宏伟晚上下班就直冲卧室而来。小雨，你怎么能让妈打欠条呢？不打欠条打什么？打他吗？李宏伟噎住，见我还在生气，语气逐渐温柔下来。我的意思是，都是一家人，何必分这么清楚呢？我沉下脸，推开他想要圈住我的手。这么多年往李自强身上投的钱，少说也有20万，我见着一分的回报了没？上辈子不仅没看到回报，还把自己的命丢了进去。见我态度坚硬，李自强也改了口风，你别生气，不就一张欠条吗？让妈写上就是了。见他这副嘴脸，我真恨自己没早点看清这家人的真面目。这些话上辈子还能哄哄我，现在我只当是放屁。晚了，我全都买理财了，定期10年。李宏伟瞬间暴跳如雷，你疯了？这么多钱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跟你商量干嘛？我的钱当然是我自己做主，这些钱大多都是我工作存下来的，谁也别想打这笔钱的主意。李宏伟气得抱枕头去书房睡，我则是反锁上卧室门，自己一个人睡还清静。周六上午，我与好姐妹逛街，下午回来时，一到家门口就听到了婆婆高扬的声线。真卖了这么多钱？李自强掩饰不住的得意，语调都飘飘然，加起来小10万呢，不然哪买得起最新版的苹果15？母子俩还在一起偷笑，以至于我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我对上婆婆的视线，人一慌张就假装自己很忙，看着婆婆拿块破抹布擦擦茶几，又擦擦电视，我冷笑：妈，你心虚什么？我哪心虚了？别胡说。婆婆下意识地提高音量，试图增强自己的底气。我瞥了一眼李自强手里的苹果手机，自强换新手机了。谁给你的钱啊？李自强立马把手机藏到身后，眼神飘忽不定。婆婆一个家庭主妇，全身上下都比脸还干净，总不能是李宏伟吧？我自己赚钱买的。她瞪了我一眼，就跑回了自己房间，把门锁上。我回到卧室，刚把包放下，就发现了不对劲。打开首饰盒一看，怒火蹭地燃起。我结婚时买的5金，还有这些年攒下的首饰，全都不见了。你的意思是，对方送给你儿子的？她嫁到我们家，东西就是我老李家的。婆婆斩钉截铁地回答警察，还不停地给李自强使眼色。警察看向在沙发上沉迷游戏的男孩，体型比他还要壮实，窝在沙发上像一座山，伴随着游戏音乐，时不时的嘿嘿傻笑。警察转头看向我，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环抱着臂膀，直接无视婆婆投来的目光。公事公办。警察看了一眼我提供的购买记录，眉头紧皱。这些首饰的金额高达11万，已经到达立案定罪量刑标准。确定这件事要深究吗？警察不了解李自强，因为一旦立案，会影响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下意识地提了一嘴，我坚定地开口，确定立案调查。婆婆见我动真格的，连忙把李自强护在身后，一脸戒备地看着办案人员。他嘴里还不停解释，我儿子最听话懂事了，绝不可能是小偷，是他诬陷我儿子。他光凭一张嘴就说我儿子是小偷，证据呢？我之前为了监视李自强学习，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家庭监控，发现首饰被偷，我第一时间去电脑上查看，却发现监控记录被删得一干二净。我无奈地向警察表示，监控记录被删了，警察处理过的家庭琐事比我听到的还多，自然能猜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看着婆婆护犊子的样子，看向我的目光都带了几分同情。没关系，技术部门可以回复。这时候李自强游戏输了，猛地把手机扔出去。妈的，又输了！他大步走向我，握拳就要往我脸上砸。你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等你死了，这些东西不都是我的吗？周围的邻居深受其害，此刻都围在门口，对李自强指指点点。我灵活地躲开他的攻击，往警察身后躲去。做什么？我们都是有实时记录的。警察厉声呵斥，单手紧握住胸前的记录仪。李自强丝毫不怕，拍拍自己的胸脯，嚣张得很。劳资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我在警察背后举着手机，等他说完这句话，按下保存键。从一开始我就打开了录制，不光录上了他，还录上了婆婆。我一定要让社会上的人都看到这对法盲母子的嘴脸。警察见李自强还要动手，直接掏出随身携带的催泪喷雾，毫不留情地朝李自强喷过去。警用催泪喷射器又称警用辣椒水，是高纯度辣椒提取素，面对严重治安危害时，能1秒控制住局面。李自强随即发出杀猪般嚎叫，疯狂用袖子擦眼睛上的喷雾，不光没缓解，反而把脸上的喷雾都抹匀了。李自强本就比别人胖，脸上被婆婆喂的全是肉，此刻被辣椒水辣得通红，像个刚出锅的猪头。2名警察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就往楼下带，塞进警车就回了警局。孙大爷是我家楼下的住户，深受李自强的祸害。李自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3点，一激动便用180斤的体格子在房间乱蹦。孙大爷经常在睡梦中被惊醒，甚至患上了心悸，上门讨要说法，却被李自强骂了回去。回家就犯了病，吃了半个多月的药才好转。眼见着李自强被带走，孙大爷终于大仇得报，畜生，活该！因为我是报警人，也跟着去了警局做笔录。笔录刚做完，就见到李宏伟风风火火地跑进警局，见我坐在柜台前，冲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你这个毒妇，你想害死我亲弟弟呀！我被他打得措手不及，眼冒金星。婆婆在一旁拍手叫好，活该。等在场所有人都反应过来，警察连忙把她拉到一旁教育，娶这女人回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搅得全家鸡犬不宁。婆婆还在一旁添油加醋，试图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李宏伟出具了李自强的身份证明，证明对方不满14周岁。李宏伟还想以我丈夫的身份出具谅解书，
被在场懂法的警察当场拒绝。虽然他与我是夫妻，属于亲属关系，但他与李自强是亲兄弟，有血缘关系。夫与妻双方为直接对立及案有起因者，所以夫妻亲属关系在谅解方面予以解除。李宏伟懂法，但不多，因为李自强不满14周岁，警察也只让李宏伟出具赔偿，对李宏伟只是口头教育。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心中不甘。凭什么因为年纪小就能逃脱法律制裁？法律难道不是保护受害者的吗？法绝对不能向不法让步。李自强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面前挑衅：“嫂子别生气，不然那块胎记就不美了。”我猛地抬头，正好对上李自强不怀好意的目光。上个月我洗澡时，明明关上了房门，洗完澡却发现房门开了一条缝。那时候以为自己粗心大意，没想到竟是李自强捣鬼。他以为能拿捏住我，要是你学生看到这些照片，不得传疯了呀！在警局门口还敢如此嚣张，我反手又报警。警是5点20报的，警察是5点21到现场的，怎么又是你？警察不耐烦地看向李自强，刚把车开过来的李宏伟也烦了，有完没完？刚取了赔偿执行单的婆婆看到这一幕人眼麻了，你又招惹她干嘛？我把李自强拿我私密照片威胁的事情向警察同志说明。刚才因为李自强年纪小把他放走，警察肚子里就窝着火，现在终于有了发泄口。你们敢抓我，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到你学校，让你学生看看他们老师是什么货色。他认为以毁掉一个女人的清白做威胁，就足以让对方妥协。遇上我，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呢？被2名警察钳住的李自强一愣，什么？我走上去一步，挺直脊梁，你证明不了照片是我，我就告你诽谤。你拿出证据证明照片是我，那这就是你犯罪的证据。警察在破解李自强的手机后，不光发现了我的照片，还发现了许多偷拍女同学的照片。他甚至建了一个群，专门售卖隐私照片获利。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远大于偷盗了，证据确凿，李自强将面对5天的刑事拘留。婆婆一听要把李自强抓起来，立刻拍腿哭天抹泪，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耍赖。我的儿啊，不是说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吗？一旁的女警察看不下去了，法盲不可怕，可怕的是法盲不自知。李自强被拘留，婆婆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一样，目光呆滞地坐车回家。我看着她那副失神落魄的模样，紧咬着下唇，不让自己笑出声，这就撑不住了。不知道婆婆看到明天的新闻头条又会作何感想。我将视频与李自强欺压同学的事情投稿给各大自媒体。年纪小犯法的事件一直是人们忧心的话题，年纪小犯罪的事情屡屡发生，人们早就呼吁更改年纪小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视频一经发布，就直接霸占热榜，婆婆护犊子的样子还被网友恶意剪辑。有人将李自强说自己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时的表情截图做成了表情包，配上黑色墨镜和雪茄，嚣张的不行。婆婆第2日出门买菜前还光鲜亮丽，回来就衣衫不整，头发还黏糊糊的，散发出鸡蛋的恶臭。她坐在椅子上，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出门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存在。看着婆婆的惨状，我头回见识到网络暴力的可怕。李宏伟因为这件事被公司停职，
回到家才敢把口罩墨镜摘下来，是不是你搞的鬼？从视频的拍摄角度不难猜出拍摄人。李宏伟在公司受了一天气，遭了同事一整天的白眼，回到家便把气撒到我身上，我要和你离婚。他从包里掏出一份离婚协议，看样子是提前准备的。我看着协议上的财产分割条例气笑了，房产车子归你，存款平分。李宏伟似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么多年你未生下一儿半女，没让你净身出户就便宜你了，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谁给你的狗胆敢这么欺负我女儿？大门被人一脚踹开，我爸领着我哥与堂哥们闯了进来。我们家都有高个子的基因，女的苗条高挑，男的魁梧高壮。我爸将自己的黑色皮衣脱下，露出里面的黑色工字背心，双臂肌肉血脉奋张。那些个哥哥们也不是吃素的，黑压压一片闯进来，直接把李宏伟母子俩围住。他俩惊恐地左顾右盼，发现自己无处遁形。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宏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婆婆嚣张的气焰瞬间哑火，端着茶颤颤巍巍地放在我爸面前，亲家公，消消气。我爸冷哼一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婆婆手抖得更厉害了，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我爸担忧地看向我，受委屈了怎么不跟爸说呢？要不是他刷到了视频，也不会知道我在婆家过得这么差。我张张口，喉咙却哽得生疼。李宏伟抬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这都是误会，夫妻俩闹点小矛盾而已，是小雨太小题大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我挤眉弄眼，希望我能替他解围。可这一次，我直接选择无视。我哥从怀里掏出个榔头，当啷一声放在茶几上，吓得李宏伟母子一个哆嗦，哪只手打我妹妹了？李宏伟面孔唰的一下白了，战战兢兢，不敢直视我哥的眼睛。李宏伟笑得比哭还难看，哥，我错了。我爸与我哥要我赶快与李宏伟离婚，我却摇了摇头。李自强一日不除，我的头上就会一直悬挂一把利剑。我要让婆婆和李宏伟都得到应有的报应。我怀孕了。我从包里拿出孕检报告单，李宏伟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婆婆咕噜站起来，颤颤巍巍地拿起报告单看了又看。小雨，这是真的。婆婆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眼里满是受宠若惊。我故作矜持，妈，你说我都怀孕了，那这房子？婆婆现在已经被好大孙冲昏头脑，只盯着报告单看，给你，都给你。我又看向李宏伟，老公，那咱家的存款？李宏伟环视一圈，虎视眈眈的大舅哥，都给你，老婆你最大。我勾唇一笑，很是满意。我爸不放心我，怕李家母子影响我心情，便打算让我去婚前给我买的小公寓里去住。现在跟李宏伟母子住在一个屋檐下也是有风险，搬出去住我倒是乐得自在，只不过才享受了几天独处的生活，李宏伟就给我送了份大礼。我看着文件上意外保险几个大字，忍不住给李宏伟打去电话。面对我的质问，他倒是很坦然，送钱太俗了，送保险还能给你一份安全保障。他的算盘珠子都蹦到我脸上了。老公，太感谢你了，我也送你和妈一份吧，双重保障。李宏伟没想太多，很爽快地答应了。可他不知道，这将成为他的催命符。拘留第4天的时候，我去看望了李自强，加油添醋的把我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对方，还拿出李宏伟和婆婆的录音，正好是他们说把房子和钱都给我的那段。隔着栏杆，李自强双目猩红，
恨不得把我吃掉。哦，对了，妈怕你影响他的乖孙子，明天你出来就会把你送到封闭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去。不过你放心，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看你的。李自强紧紧握着拳，眼中燃起滔天怒火。我见火候差不多，便结束了对话。第二日，李自强被释放，我和老公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他。李自强看到我们，转头就跑。李宏伟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李自强在生气。当晚我就回了自己的小公寓，洗了个澡，美美的敷上面膜，便窝在床上看综艺。凌晨2点，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通后竟是楼下孙大爷。小雨，你家炸了！我故作慌张地回到家，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了被炸成2半的门。婆婆满脸漆黑的被人抬出来，还不断发出轻微的哼哼声。另一个担架盖着白布，我紧紧捂住嘴巴，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下。邻居大妈还穿着睡衣，将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在我身上。小雨呀，节哀顺变吧。警察简单调查现场，发现是煤气泄漏导致爆炸。一名老警察眼神复杂地看向我，案发当时你在哪？我抹去脸上的泪水，我怀孕了。婆婆怕我被小叔子冲撞到，让我去外面住几天散散心。说完这话，旁边的大爷大妈都替我作证，向警察描述李自强的恶行。在里面取证的警察走了出来，张队，指纹采取完毕。老警察点点头，临走前嘱咐我，请保证电话畅通，明天可能需要你去警局协助调查。我故作失神的模样，怔愣的点点头。第二日，我果然被叫到了警局。我被领进一个小房间，桌前坐着2名警察，其中一个就是昨天的老警察。他将一份材料递给我，这是几天前你给李宏伟母子买的意外保险。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翻看着上面的材料，李宏伟那个傻缺，一次性投了500万的，难怪会引人注目。这是我怀孕后我老公送我的礼物，他说保险是给我的爱情保障。我怕婆婆说宏伟偏心，便也给他们投了。老警察抓住了重点，你老公先给你买的。我点点头。老警察立马让人去查了李宏伟的手机，没想到查出了重磅信息，他与婆婆的聊天记录根本没删。俩人除了每天骂我，就是商量着怎么让我生孩子时难产死掉。警察甚至还在浏览记录里找到了李宏伟隐藏起来的记录，如何不知不觉杀人，孕妇难产保险赔多少钱，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的清白，甚至还给我立下一个被丈夫背叛杀妻骗保的悲惨形象。办案人员一脸心疼地看向我。就在这时，指纹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天然气开口上根本没有我的指纹，上面的指纹除了婆婆的，居然还有李自强的。警察也在楼道监控里找到了李自强鬼鬼祟祟的身影。李自强被全城通缉了，我本以为他会躲上10天半个月，没想到5天就抓获了。被抓时他浑身都馊了，坐在公园台阶上等着警察把他抓走。想来这5天他吃足了苦头，因为涉嫌故意杀人，李自强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事情来龙去脉都调查清楚，才会由法院判决。开庭审理前一天，我去看了婆婆，她被炸断了一条腿，肋骨也断了好几根，因为大面积烧伤，身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2只眼睛滴溜溜转。我一边削苹果，一边给他汇报李自强的现状。李自强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有极大的责任。把他推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你。
婆婆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我以为走到今天这一步，她会悔改，甚至会向我这个唯一能管她死活的人求情。婆婆的眼睛瞪得老大，嘴巴上的纱布被鼓动，映出血液。我知道她在骂我，坏人永远是坏人，永远不会因为得到坏的结果就悔改。所以婆婆吃下自己亲手种的恶果，一点都不可怜。小叔子炸死亲哥的消息登上热搜，被他残害过的女孩家属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到了法庭上，李自强面对法官还是那副嚣张嘴脸，劳资年纪小，杀人都不犯法。因为这个案件引发了网友很大热议，开庭时采取了直播方式。直播间，网友看到李自强这个态度，恨不得冲出屏幕来打他。就在法官也因为李自强未满14周岁要进行重新定罪的时候，我向法院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李自强的医院出生证明。李自强出生后身体孱弱，婆婆听了算命的说的，改了李自强户口本上的年龄，故意将年龄改小了1岁，所以现在的李自强完全有负法律责任的能力。李自强慌了，在法庭上对我破口大骂，可是这也阻挡不住他被判死刑的事实。我曾去监狱看望过李自强，短短半年瘦了30多斤，头发被剃光，他眼神呆滞地看着我：嫂子，我错了，1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我听到这话，第一时间并不认为他真的悔过。我是除了瘫痪在床的婆婆之外，唯一能对他出具谅解书的人。重活一世，我也学会了用恶意揣度人心。李自强死的那天，我去看了婆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她立刻瞪起了眼，额头爆起一道道青筋，绑满纱布的手不断颤抖，还想像之前那样去打我的脸。我用纸巾替她擦去泪水，凑到她耳边低语：我从来没怀过孕。刚才还胡乱挣扎的婆婆像被人打了一棍子般，瞬间安静了。我把李宏伟的体检报告拿到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读出来：来，跟我读，无精正。下秒，婆婆发出痛苦的嘶吼，她的声音由低到高，渐渐转成咆哮，脸色涨红。只不过现在的她已经身不由己，眼中虽有愤怒和绝望，却只能不断喘着粗气，发着抖。护工听到声音，连忙跑过来制止她。临走前，我好心提醒，晚上也要看好病人，避免他情绪波动太大，做傻事。护工阿姨连连点头。离开前，我看到了婆婆眼角滑落2滴晶莹的水珠，是悔恨还是仇恨？我已经不在乎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